所以啊，这次的第5代骁龙8定位呢，很像是隔壁类似苹果 A19 标准版的存在。就在刚刚啊，高通的双旗舰战略第2枚旗舰芯片，也就是骁龙8 Gen 5，而首发搭载这枚芯片的机器也就摆在这儿了。那这个芯片到底是什么水平？这次一加呢，给它配备了8300毫安时的一加 S6T， 综合表现如何？咱们抓紧看一下。这台机器的做工质感，结合它性能旗舰的定位来说，其实是相当不错。磨砂的铝合金中框，加上丝绸玻璃背板，手感触感都相当细腻，配合圆润的 R 角。还有2开孔的金属魔方 Deco， 这样干净整洁的背板，在目前的安卓阵营里边其实是比较少见的。除此之外啊，还保持了相对轻薄的机身，不高的镜头凸起，应该算是一台主打游戏性能机器的比较好的搭配了。还有备受好评的原神定制版本啊，今年呢也迎来了新角色白鹿公主啊，神里玲华。防护部分，一加 A6T 呢也是给的非常全面啊，从 IP66 到 IP68、IP69、IP69K。这一点啊，对于想要长时间使用的性能旗舰来说，肯定是加分项。重量部分，6.83的大屏幕，还有一块夸张的8300毫安时的大电池，综合下来，这个重量其实控制的算不错了。另外呢，整机的机身配重也是比较均匀，并没有偏坠的情况。视线回到正面屏幕，具体参数在这里啊，这块165赫兹的屏幕是一加今年主打的卖点，也是现在市场上仅此一家。那这个性能啊，能不能够撑得起165赫兹的超高刷新率屏幕呢？好，屏幕的其他部分啊，一会儿咱们再看。先来仔细看一看它的性能水平。从今年的核心架构上看啊，新的第5代骁龙8的 CPU 和 GPU 部分分别沿用了最新的第5代骁龙8至尊版的同款自研旗舰 Oryon 架构和 Adreno 架构，而且呢，两者还都是同款的台积电 N3P 工艺来打造。所以啊，这次的第5代骁龙8定位呢，很像是隔壁类似苹果 A19 标准版的存在。先来回答一下很多小伙伴非常关心的问题：这第5代骁龙8对比上一代的骁龙8至尊版的表现如何呢？咱们直接看一下跑分。CPU 部分啊，第5代骁龙8相比较于骁龙8至尊版的单核性能呢是略有降低，但是啊，多核靠着工艺的进步还是稍有提升，对比隔壁 A19 啊也是不落下风。GPU 部分呢，第5代骁龙8和友商啊保持在相似的水平。当然，只用极限性能去评价芯片啊肯定是片面的，毕竟新工艺的升级提升更多的还是在能效表现。而且这次啊，一加在实际游戏当中还要用风驰游戏内核来做调度。来看实测，首先低负载的王者荣耀呢，一加 Ace6T 对比友商骁龙8至尊版的机型表现呢会更好，同样平稳的曲线，但是呢功耗会有小小的领先，温度表现是中规中矩。接着看中负载的原神，那这回啊能效方面，一加就会领先骁龙8至尊版的机器不少了。虽然两者都是满帧，但是呢，一加 Ace6T 更低的能效带来了更低的温度，这样长时间游玩的体验会更好。最后呢，测一下重负载的星铁，我们使用的测试版本啊，目前一加 Ace6T 的分辨率呢是来到763P，我们使用压力相当的 iPhone 17标准版来做对比，帧率曲线方面，一加呢会稳定更多，温度控制部分同样领先不少，在重负载的情况下还可以保持在45度以下，这显然散热部分也是堆了不少料。简单看游戏部分的体验，一加 S6T 啊，相比较于之前骁龙8至尊版的机器，在一部分游戏当中的综合表现会更优秀，撑起165帧的游戏体验也不在话下。那关于165赫兹的屏幕的优势，咱们之前说过很多，能够更快刷新出敌人的位置，并完成开镜瞄准、技能释放。上一期呢，一加15的内容当中，很多小伙伴就会有疑问。屏幕的触控延迟啊，不是和屏幕的触控芯片，包括触控采样率有关吗？怎么还能和帧率互相影响呢？这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啊，165帧的游戏，理想状态下呢，1秒会生成165张画面，而120帧的游戏当然就是120帧画面。总时间1秒不变的情况下，每张画面生成的帧时间就会缩短。咱们常说的触控延迟呢，其实是全链路的延迟，这里包括输入采样、渲染管线、显示输出多个过程。触控采样、触控芯片提升的都是第一个环节输入采样的速度，而帧生成时间的缩短呢，会让整个显示输出速度会变得更快。所以啊，提升多个环节才会让最终的触控延迟啊能够有效的降低。这里我们依旧是为大家做对比。上次呢，咱们测的是三角洲，这回啊，国民级手游《和平精英》165帧的适配它也来了。咱们来到开枪的单发场景，以相同的频率点击射击，通过慢镜头啊，你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一加 Ace6T 对比友商可以更快的完成清空弹夹。游戏适配啊，依旧是我们所看重的。这次呢，依旧是覆盖了5大品类，都是主流的游戏啊。实际的性能表现，我们在多个游戏里面呢做了长时间的测试，满帧运行压力都不算大，长时间游玩散热呢是可以顶得住。
接着来看这块165赫兹屏幕的其他的亮点。首先，亮度部分，在同档位的产品当中啊，是相当的突出了。暗光护眼也是延续了一加一贯的表现。中光亮度类 DC， 低亮度呢是高频的 PWM， 都是非常成熟的方案。屏幕指纹解锁呢也是标配了超声波指纹，解锁更精准更快捷。还有呢就是雨水以及手套触控，特殊场景下非常的好用啊，都有保留。应对户外场景也兼顾更多的使用群体。一加 E46T 另一个重磅的卖点就是这块83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。我那个随身充电宝啊才5000毫安时，而充电部分呢有100瓦的超级闪充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从0到显示100%，用时呢1小时2分钟，涓流充电结束1小时6分钟。一颗能效优秀的旗舰机芯片，再搭配超大的电池，的确是一套非常逻辑自洽的选择。那经过我们模拟日常使用的轻中重度无线续航测试，最终剩余电量的76%。对比同价位的啊，包括一些更高价位的大电池的机型，一加的表现呢都明显更好。哪怕友商对于电池续航有专门优化的机型，也没能战胜一加。果然哈，大就是好。这次超长续航的体验呢，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说，它的吸引力甚至要大于之前一些环节的性能体验。接着我们还是继续测试续航，换一个场景啊，播放 4K 60帧在线视频，开启弹幕，从满电一直测到完全关机，一共呢是20小时40分钟。对比同样大容量电池的友商机型啊，还是有优势。看起来呢，这颗第5代骁龙8所带来的能效提升也是非常关键。另外呢，长续航也离不开系统优化。这次呢，一加 E46T 依旧搭载了 ColorOS 16，老朋友了啊，配合流畅双引擎，系统丝滑，还有侧边 AI 闪记功能也是有所保留，随时跳转记录，相当方便。还有呢，就是和 iPhone 的互联互通，也是 ColorOS 的看家本领。如果你是隔壁果子用户，想要有一台适合玩游戏的安卓机器双持，那一加 E46T 超强的散热、超长的续航可以很好的做补充。最后呢，还是要看一下影像啊，虽然并非主打拍照，但是一加 E46T 啊还是使用了比较成熟的方案，有一颗不错的5000万像素的主摄。这里呢，常规的样张咱们直接对比友商，你觉得哪边更好呢？打一打啊，看一下同学们的选择。最后呢，简单总结，外观部分，一加 S6T 使用的是磨砂铝合金中框，再加丝绸玻璃背板的结合，做工确实是质感很优秀，防护等级呢也达到了旗舰级别。性能部分，一部分场景的能效比和温控表现还能领先友商的骁龙8至尊版。另外呢，165赫兹的高刷新率的游戏体验确实是有点官方宣传的但用难回的味道。续航部分亮点啊，8300毫安时大电池，再搭配100瓦的超级闪充，甚至超过了不少专门优化续航的友商机型。再加上 ColorOS 16啊，非常优秀的系统互联，也就是双持用户的福音了。总结确实是符合性能旗舰的定位，超强的芯片，超长的续航，喜欢打游戏的小伙伴啊就不用担心了。